我爸是最有善心的护林员，日常捡拾猛兽幼崽不是移交动物园，而是自己养大放归。被他养大的猛兽成年后常常携家来转悠，他沾沾自喜，感叹万物有灵，要我们继续行善。没想到有人却告诉他，那是猛兽带后代来视察自己的口备粮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希望我爸这个儿子带他们下山，劝我爸直接下山，不要在林间小屋继续逗留的护林员叔叔叫林松，他是上面派给我爸的新搭档。9月的长白山已经下雪，我爸作为老护林员，早早地准备好过冬务实，准备在长白山耗到明年4月。为了我的研究生学费，我爸希望那只不断造访，为他叼来灵芝人参的报恩棕熊，可以为他弄更值钱的玩意儿。外面寒风凛冽，不时传来雪刮房门的砰砰声。我爸兴冲冲去开门，以为是棕熊来送第2波礼物，没想到外面站着的是林松。林松是他的后辈，日常很喜欢听我爸讲述他巡视林子的奇遇。对于我爸在猎人手中救下300斤的母棕熊事件尤为佩服，但今天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奇怪。陈哥，我说话比较直，你别生气。你要说啥？咱哥俩先整几口。我爸已经看到了林松带着的小酒，鼻子翕动着想邀请人进来坐坐。林松左顾右盼看了周遭，才急匆匆进门。陈哥，这熊不是来报恩的，是来要你命的。他带着孩子来，就是让孩子来认一认粮食。我爸和这些野生动物朝夕相处，本来就很得意棕熊报恩的事情，当下不乐意了。这熊我还救过他命呢，他怎么可能要吃我？林松顿时就急了，音量都不自觉地拔高，你太高看这些畜生了。说完，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抹了把脸，陈哥，这熊是不是每一次给你送东西都要抱住你，还流口水？那就是他在测量你到没到他能吃的标准。我爸有些惊讶，因为林松说中了那只报恩熊的行为，而和熊的相处的细节，我爸没和任何人说过。别人远远的看见那只熊就逃跑，就连我爸之前的护林员老李都不敢靠近大熊。这只是你瞎猜的。我爸皱眉，小林啊，你就是太杞人忧天了。这熊要是真为了测量，那他干啥要帮我砍柴做工呢？林松抖着声音，他还帮你做工？陈哥，你真的不能留了，他可能已经吃人了，要不然不会这么通人性。我们这边有个说法，通灵性的动物大多需要机缘，要么是行善积德得到开智，要么是已经吃过人肉，夺取了人的智商。后者这种多半还能穿上人皮，假扮成人类。吃过人肉之后，他们就会觉得其他肉都索然无味了。林松兴许是想到这点，面色越发惨白。我爸嘿嘿一笑，娜娜跟别的野兽哪能一样，她懂得知恩图报。不过为了打发林松，他还是敷衍道，知道了，我会小心的。天色也晚了，外面不安全，你先回去吧。林松也察觉到我爸的敷衍，大概是觉得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不高兴地重重地叹了口气。临走时，他又像是不死心一样，又提醒我爸，陈哥，你要是不信，今晚那小熊崽子肯定要来找你，他肯定问你讨吃的，要试探你对他有没有提起戒备。我爸没搭话，显然不信。林松悻悻离开。那天晚上，我爸听到了敲门声，他本来以为在做梦，没有理会，直到他听到了窗户被打开又关上的声音，冷风灌进来，他一下子就被吹得睡意全无。门口爬进来一个半人高圆润的身影，我爸正准备坐起来去够挂在墙上的猎枪，就在这时，那身影靠近暖炉，我爸借着火光看清了，那正是来报恩的熊的崽子。我爸一愣，他从来没教过熊开窗开门，没想到他无师自通。恰好那天我忘了把窗户从里面锁上，轻易的就被熊打开。我爸立刻就联想到林松说的话，下意识也觉得害怕。他死死地看着那只小熊崽子，但脑袋里其实是一片空白的。这熊即使是幼崽，真要打起来，我爸也不一定能占到上风。他联想到林松说的话，下意识也觉得害怕，身体都开始抖起来。没想到那只1人高的半成年棕熊只是流着口水，步履蹒跚地走到我爸床头，用鼻子拱了拱我爸的脸，猛兽特有的腥膻味扑鼻而来。我爸这下装睡不下去了。哟，小胖你咋来了？熊把怀里的东西一股脑的都倒进了我爸的床上，沉甸甸的重量，我爸一眼就看到最上面摆着的是一颗1000年的老参，紧挨着老参的是好几个松果，上面的松子个个都十分饱满，最下面的又是数不清的榛蘑和蓝莓。这些都给我。我爸流露出讶异的表情，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已经被人为过度开采的深山老林里，100年的灵芝都很难得，更何况棕熊是给他送了一只明显堪称瑰宝的1000年野人参，拿这个去镇里面懂行的药店贩卖，他难以想象数字。棕熊喘着粗气看他，确定我爸喜欢这些东西后，伸出湿漉漉的带着腥味的舌头，在我爸的脸上舔了舔，有点疼，但我爸没敢挪开，像是恋恋不舍。棕熊舔了舔他，就慢悠悠从窗户钻了出去，还直立起来用爪子勾着合上窗门。他过于礼貌的离开，让我爸情不自禁想起了他母亲帮自己干活的细节。那只叫娜娜的母棕熊是怀孕的时候被他救下的，那2年正是国内打击盗猎最严重的时候，东北的响应最积极，我爸的猎枪就是那时候发的。
我爸不会开枪，所以几乎没怎么用过，唯一一次就是为了娜娜。任何怀孕的动物都很脆弱，娜娜也不例外。偷猎者都已经算好了熊掌熊皮能赚多少钱，我爸这时候开了一枪，那一枪什么都没打中，惊起了一片飞鸟。护林员的身份也足够唬人，偷猎者看了一眼我爸的袖标，只好讪讪离开。我爸上前查看已经被打了麻药的棕熊，他一摸就发现了棕熊的肚子里还揣着崽，于是出于怜悯，我爸把棕熊带回了家。棕熊一开始也很戒备，但是他又贪恋我爸从各处给他带来的食物，舍不得离开，很快就在我爸尽心尽力的照顾下放松了下来。我爸给棕熊取名叫娜娜，真切地把它当成自己的宠物，也可能是孩子。娜娜坐完月子就带着独生的熊崽崽回到了森林里。我爸虽然心有不舍，不过也对动物的习性表示尊重。他的老搭档老李还劝慰过他，动物又不是人，想要他们通人性，对人报恩可比登天还难，任谁户外遇到这么大只的熊，装死都来不及，畜生走了也好。我爸当时还很生气，觉得老李对棕熊是偏见。后来娜娜带崽回来给他送礼的时候，他还特意给老李一份，就是为了炫耀老李当时看走眼了。但老李什么也没说，礼物也没要，不过也难得的不再劝阻他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爸就被急匆匆的敲门声吵醒。林松扯着嗓子喊：陈哥，陈哥，你没事吧？我爸披了个外套给他开门，咋了？林松看到我爸安然无恙，才松了一口气，随后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，我早上路过这里的时候，看到你院子里都是熊的脚印，有点担心你。外面放了晴，满地银白的雪很晃眼睛。我爸眯着眼才看清，家的墙根处铺满了熊的脚印，最凌乱的一片就是窗户那个地方。我爸觉得林松小题大做，嗨了一声，打个哈欠，满不在意地说：昨天那个小的来过了。林松的表情瞬间僵住了，那他是不是？我爸拢了拢衣服，打断了他的话：不过呀，那小家伙给我送东西来的，你看那个千年老餐就是他带来的。林松看到千年老餐之后，眼睛闪过惊讶，他嘀咕着：不应该呀。随后林松打量起我爸，我爸身材是偏向看起来清瘦的类型，脱了衣服才能看到属于体力劳动人民的腱子肉。林松露出一个顿悟的表情，他这是觉得你不够胖，担心不够吃，帮你贴秋膘呢。我爸已经有点不耐烦了，但还是耐着性子说：小林啊，你不能总拿你陈哥当傻子玩。林松急得脸红脖子粗，声音也不自觉地抬高：陈哥，你要信我，我害你我图啥呀？随后林松像是看到什么很可怕的东西一样，猛然压低声音：陈哥，进去说行吗？我爸有些意外，但还是让开了身体。关门的时候，他无意中扫过外面，森林里有一大一小两只棕熊的影子，正在直勾勾地看着他们。我爸认出来这是娜娜和他的孩子小胖，他下意识地想打招呼，但林松已经在发抖了，而他自己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此刻娜娜他们的眼神好像有点凶，不太对劲。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已经被林松直接拉房间，关上了房门。不仅如此，林松还将屋门反锁，窗户也仔细扣上了锁扣。屋子里的火炉被煤压着火，我爸用炉钩子把煤捅开，火苗瞬间就窜起来，房间里顿时更暖和了一些。我爸又添了一铁锹的煤，细想觉得自己的后脊也发凉。林松说：陈哥，你也看到了吧？那两只熊就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。我爸沉默着没有说话，但心里点了头。娜娜的眼神凶狠得让他陌生。缄默间，林松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，那个小的为什么脚印大部分都在窗前？我爸这才想起来昨晚的诡异，于是他将看到熊开关窗户的事情跟林松说了。林松第一次露出怀疑我爸的表情，他朝着窗户那里走过去，果然看到窗户旁边的桌子上有几个已经干涸的熊掌印。林松的面色渐渐变得难看了起来，他又开了几个其他窗户，我爸好奇跟着去看，发现那熊的掌印整整绕了我家一圈。林松神色凝重地告诉我爸，这是他在圈地盘，这是把你当你豢养的畜生了，就像养鸡养猪那种，圈一块地准备养肥了吃了。还会开窗户，他比我想象的更通人性。林松越说越小声，眼里的惊恐几乎要溢出来。我怀疑李叔也被他吃了。我爸懵了，老李不是已经退休了吗？林松也怔愣了起来，李叔他失踪5、6年了呀，不是你打电话告诉林业局的吗？老李不是2个月前刚退休的吗？我爸张了张嘴又闭了起来，他想起来了一些事情。老李确实应该5年前就退休了，但是临走的那2天突然失踪。为此我爸和林业局报备了一下，只是过了2天，老李又自己回来了，说自己的身子骨硬朗，还想继续干2年，还说已经和林业局报备过了，我爸就没再管过了。不仅如此，老李的身子骨硬朗了不少，一个人能揽下大半的活，我爸正值壮年都自愧不如。除此之外，老李还隔3差5就要跟我爸打听他什么时候下山，说想和他一起去。我爸总嫌下山要和上头申请麻烦，一直客套的拒绝，有机会的，机会到现在都还没有。不久前，老李独自下了山，上面才委派了林松来接应他的工作。好半晌，我爸才抖着声音说，如果老李已经失踪5、6年了，那这些年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是谁？给林业局打电话的又是谁？我爸这下是真的害怕了。
林松也惨白着脸，老李很可能已经被他吃了。跟你一起工作的老李是熊穿上了老李的人皮，两人都目露惊恐。突然，门口传来砰砰砰的敲击声，声音急促沉闷。开门啊，陈卫国，是老李的声音。我爸下意识要开门，才触到门把手，突然想起老李忘性很大，又爱端着长辈架子，一直叫他小陈。见我爸迟迟不答话，门外的老李应该是急了。陈卫国，娜娜，让我来的娜娜，你还信不着吗？林松死死地抓住我爸的手臂，向他摇了摇头。他低声地重复：李叔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外面响起了熊嚎，随后响起了老李雀跃的声音：小胖，你来啦，你快跟陈卫国说说，我都要被冻死了。有了小胖的加入，那扇半旧的木门显然承受不住，摇摇欲坠。屋内俩人都渗出冷汗。我爸下定了决心，小声和林松道：我房间有猎枪，多大的事我保护你，待会你见机行事，先让我确定是不是老李。我爸打开门，外面站着一人一熊，正是老李和小胖。老李穿着军大衣，看到我爸的瞬间，他就变得热泪盈眶。小陈啊，要不是娜娜，我都不知道我们山上又来盗猎的了，我赶紧就来找你了。他们护林员最见不得的就是盗猎盗伐的事情发生，我爸也直接热血直冲脑门，顾不上别的了，是谁？我现在就去弄死那个龟孙子。老李踌躇了一下，像是在努力回忆，最后说：我在山下的时候还见到了通缉令，好像是叫什么林松。他假扮新的护林员，说野生动物要吃人，骗好几个护林员下山，自己倒是在山上猎得盆满钵满的。老李话落，我爸身体直接僵住了，他扭过头看向房间里面的男人。林松一张红扑扑的青年脸在屋内小火堆的映衬下透着油润的光泽，神情虽然慌乱，但那双眼睛暗沉沉的，眼珠子都不转动，像个深沉的蜡像。他好像并不是真的慌张。见我爸看他摇头解释：陈哥，老李已经被吃了，他的话你不能信。老李这才发现林松的存在，立刻就冲进房间里面扑上去要揍林松，俩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我爸看着还站在门外的小胖，大着胆子挥手让他先离开，没想到小胖看了一眼里面，乖顺点头离去。我爸关上门，身后动静弱了，老李已经把林松掐得面色涨红，林松正在艰难地想开口求救，我爸把他们俩拉开，他们俩即使已经分开，气氛仍然十分紧张。林松躲在我爸身后，小声地问：你怎么能让这只熊进来？老李听得一清二楚，他气得脸红脖子粗，表示现在人都相信科学，别他妈以为编点故事就能唬住我们。我爸被他们俩吵得头疼，他不得不出声叫了停。我给林业局打个电话，你们俩谁说的是真的，我就一清二楚了。他们俩纷纷表示同意，但是我爸拨出电话之后就傻眼了，没有信号的地方打出去的电话在响了2声之后就会自动挂断，这山里没信号了。这2天下大暴雪，估计是雪把信号塔给压塌了。胸有成竹的2个人都用热切又期待的表情看着我爸。我爸意识到，这俩人有人因为知道自己是真的自信，有人因为知道信号塔没用了，笃定这通电话打不出去。我爸尽量不让自己表现得很惊慌，淡定地说：没信号。2个人不约而同地表现一愣。林松率先抓住我爸的手臂：你要相信我呀，陈哥，我愿意陪你去修信号塔。老李冷哼一声：谁知道你是不是想趁机害死陈卫国，到时候我一个老头子可打不过你。我爸一时也犯了难，不知道该怎么劝。林松咬了咬牙：陈哥，你自己小心，我自己去修信号塔。说完，林松就直接摔门离开了。我爸想阻拦一下，因为外面刚下过雪，看不出来深浅，人要是掉进雪里，很容易就窒息而死。老李却拦住了他：一个盗猎的，死了也算是活该。老李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闪过一抹猩红。我爸看得一愣，但老李很快就恢复正常了，只是眼神依旧阴狠。而林松也没了影。我爸犹豫着说：老李，要是他真是偷猎的，咱们把他送到派出所，由警察解决。这大雪豪天的，他真有点啥事，我肯定过意不去。老李则是完全不在意，能有啥事？他朝你的娜娜开枪的时候，可是一点没犹豫。我爸对娜娜一向当眼珠子一样疼，立刻就问道：娜娜没事吧？老李没好气地说：他腿上中了一枪，来找我的时候，那些流了一路，我看着都觉得疼。我爸立刻就要穿衣服出门：娜娜在哪？我得去看看她，她受伤不管活不下去的。老李一下子拉住我爸，语气也缓了下来：没啥事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我已经给娜娜做了处理，她正休养呢。我爸顿时也放心了下来，不过他发现老李掐住他胳膊的手像是铁钳一样，怎么都挣脱不开。于是我爸只好坐下来，没话找话的说：不过说来也奇怪，娜娜和小胖今年还没冬眠呢。老李打了个呵欠，熊这种动物因为没吃的才冬眠，食物充足就不会冬眠了。说完，在我爸的注目下，老李的口水流了下来，完全不像是人类的流口水。老李身下的地面很快汪了小小的一滩。面对我爸惊恐的眼神，老李淡定地合上了嘴巴：陈卫国，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，让我垫2口？我天不亮就朝山上赶，还没吃东西呢。老李话是这么说，眼睛却从来没从我爸身上挪开。我爸这时候注意到
老李的腿也跛了一条，后棉裤的表面也湿漉漉了一块，显然是在流血。老李就是娜娜。这下我爸彻底相信了林松说的都是真的，冷汗又都冒了出来，他完全顾不上回老李。就在老李张口的时候，就近拿起放在炉子上面的炉钩子，朝着老李的嘴巴攻击了过去。铁质的炉钩子被火烤得滚烫，就连把手都是炽热的。滋的一声，随后传来了肉被烤熟的香味。老李一下挥开了我爸的武器，我爸一个没拿稳，东西就直接飞了出去，打到墙面，竟然直接凿开了墙壁，钉在上面了。老李发出几声怪叫，那是我爸最熟悉不过的熊啸。我爸当时要是再孬一点，恐怕就要当场尿出来了。好在老李也因此松开了对我爸的桎梏，我爸赶紧一个箭步窜到了门口。他这时候也顾不上什么了，趁着这个机会直接打开了家门就跑了出去。但是他没想到的是，小胖没有离开。大概是我爸关门之后，他就去而复返，悄无声息地蛰伏在门口，等着套上老李皮肤的娜娜进一步的指令。他现在要拦住我爸。屋内这时候传来了一声熊啸，这一声大概传递了什么讯息，小胖瞬间也呲起来牙，明摆着一副要进攻的姿态。大概危险可以激发人的无限潜能，我爸迅速关上家里的门反锁上，阻挡了娜娜冲出来。他朝着院子里放在煤的地方跑过去，最后牺牲自己一条胳膊，换来一个能摸到铲煤铁锹的机会。他在娜娜开窗跑出来之前，狠狠给小胖的脑袋上拍了2下，小胖痛得松开了口。我爸借此机会直接跑出院子，还把院子的门栓也给插上了。就算熊爬墙也需要时间，拖延的时间够我爸跑出去好远。长白山的冷风呛进肺管里面，像是要在里面结冰。我爸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跑，摔了不知道多少回，脑子都要被冻木了。但他不敢停下，熊啸声就在他身后。直到看到信号塔，我爸才松了一口气。他感觉喉咙里泛着血腥味，一旦停下就不断的呛咳。山里仅有的信号塔果然已经倒了，截断的地方比我爸还要高一点。当初修建这座信号塔的时候，上面还特意考虑了山里的气候特殊，用的材料都是水泥混合钢筋，超级耐用结实。但现在看起来，这座塔像是经历过什么巨物的反复撞击，被硬生生的撞断了，上面留下了巨大的抓痕，一大一小。我爸只一眼就断定了是那2只棕熊，娜娜和小胖母子做的孽。塔下，林松不在。此时，我爸的双脚已经被冻得没有知觉。林松的房子倒是离信号塔不远，但是我爸当时已经再也走不了一点了。熊啸声越来越近，我爸却再也站不起来，只能无助地捶着双腿。绝境下，我爸十分后悔，几乎准备认命，让自己成为熊的口粮。没想到，随着一阵咔咔踏雪声，林松来了。他手上还拿着工具箱，大概是真的打算修一下这个信号塔。当他看到我爸的时候，一脸惊讶。陈哥，我爸一个1.8米的汉子，在看到林松的瞬间，眼泪真的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冷风一吹过，我爸的脸上也疼得厉害。他想起被小胖舔舐时的感觉，也是差不多的疼。以前他讲这是为小胖的友好，没想到这是小胖对食物的确认。后怕感这时候才涌了上来，我爸拼命地控制自己的哽咽，但是长时间的冷让他张开双唇就不自觉地在颤抖，讲出来的话也又颤抖又气若游丝。熊熊快跑！我爸话音落下来的瞬间，林松的脸色也变得苍白，但是他看得出来我爸已经没什么力气再说话了。林松问道：我的屋子成不？我爸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林松四下张望，看没有熊的身影，他也顾不上工具箱了，直接背着我爸朝着他自己的房子里面走。门窗刚刚锁好的时候，他们俩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就被巨大的撞门声吓得浑身一震。那撞门声一下比一下沉重，门板似乎随时都要被撞开。我爸和林松赶紧把家里沉重的家具都挪到门那里堵住。撞门的大概也察觉到了撞开门无望，没继续撞下去，白费力气。下一刻，一只巨大的熊掌出现在窗边，狠狠的一击，玻璃就应声碎裂，冷风灌了进来。那一瞬间，他们俩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东北的老式窗户结构这时候发挥了作用。铁质的窗沿坚不可摧，而被窗沿分割成几块的窗户，不足以容纳一头熊或者一个人进来。何况外面是显然已经成年、更加体型巨大的娜娜。娜娜的手臂从窗户伸了进来，扫荡着她能碰到的一切。噼里啪啦的一阵之后，那只熊掌缓缓地摸索到了窗户的把手。林松迅速去拿老李留下的猎枪，他年轻，显然没拿过枪，打歪了好几下，有惊无险地赶在娜娜打开窗户之前打中了娜娜的胳膊。娜娜顿时发出痛苦的嚎叫。林松似乎找到手感，又补上了几下，娜娜又中了2弹，只能不甘心地离开。我爸对内娜的感情深厚，看到内娜受伤还是忍不住心疼，但是一想到他和他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吃自己，还是克制住自己的在意。林松拿出来几张旧报纸，用浆糊糊在窗户上，3、4层之后才勉强能挡风，屋子里的温度才渐渐回暖。他们将又沉又高的衣柜挡在了窗户面前，严严实实地把窗户的遮住，顿时林松的小屋陷入了如夜晚般黑暗。我爸被冻僵的身体渐渐缓了过来，那种恐惧和无助再一次的汹涌上来，他产生了一些姗姗来迟的懊悔，当时对野生动物的盲目信任，也懊悔自己对那些山珍的贪婪。
曾经他害死了老李，现在也险些害死了自己，但已经无济于事了。在林松的追问下，我爸将他离开后自己劫后余生的遭遇告诉对方。末了开始对林松忏悔，是我之前误会你了，你是个好孩子。林松也神色复杂的道歉，都怪我一时赌气就要出来修信号塔，要不然陈哥你也不会出这种危险。俩人心脏都扑通的厉害。熊总共有2只，娜娜身中大伤，应该不会再来。可他的儿子只是被敲了一下，还有战斗力，想活就得跑。林松再一次向我爸提议，陈哥，这山里你不能待了，你快跑吧。你呢？我爸的眼神闪过犹豫，而且我下山要是遇到他们俩咋整？林松叹气道，那对棕熊母子是对你有执念，我还能爬树，还能装死，真遇上他们，我逃出来的胜算比你大。可你再不逃，就危险了。林松言辞恳切，我爸也的确怕得要死，稍加整顿，就循着林松给的下山小路地图，下山去搬镇上的救兵。但他迷路了，兜兜转转，只能回到起点。这次他想直接拉着林松走，有林松引路，他相信俩人活下来的概率大很多。没想到他撞到了让自己不可置信的一幕。林松的院子里，娜娜背对着我爸席地而坐，而之前对熊表现出异常恐惧的林松，此刻一脸惬意，与熊面对面。林松说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？娜娜发出了很像人的声音，像一个嘶哑的已经到了高龄的老太太一样的女生，不考虑。林松觉得费解，语调都急了很多，为什么？不就是放跑了一个陈卫国吗？我以后可以给你找来更多的人类，只要你带我去找你那些珍贵玩意儿是在哪儿发现的。不就是想吃人吗？多少人我都能给你整来。你想要的话，陈卫国那个傻逼能给你带来。娜娜对此不为所动，仍然有那种奇怪的女生说，不考虑。我爸总算听明白了，林松是故意把他支开，要跟娜娜达成合作。熊的嗅觉和听觉实在比人发达了太多，等我爸听够了，想全身而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娜娜扭头死死地盯着我爸隐藏身形的松树，口水已经不自觉地流了下来，眼睛都泛着绿光，像是饿极了的时候看到了美味的食物一样。林松也发现了娜娜的状态，最后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爸衣服的一角，露出一个恍然的表情说，陈哥，都听到了，为什么还躲躲藏藏的？我爸想撒腿就跑，但他现在的体力完全跑不过这一头熊。那一人一熊都能听得懂人话，我爸犹豫了一会儿，决定直接面对他们2个。我爸想质问，但其实他已经自身难保了。林松还没拿下娜娜的点头，对我爸也露出了本来的面目，满脸不耐烦地说，陈哥，我本来想让你跑的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一直在他面前表现得畏畏缩缩的我爸冷笑了一声，要是我不回来，我都不知道你背着我有这么大的主意。随后我爸下了命令，娜娜上。林松不屑一顾，他想吃你这件事，我可没骗你，你居然以为你还能使唤他？很快他就为他的不屑一顾付出了代价，娜娜直接把林松扑倒在地上，一口撕下来林松肩膀上一大块肉。周围的树林里又冒出了一个阴影，那是小胖。在娜娜的示意下，小胖哼哧哼哧的就着娜娜咬开的伤口吃了起来林松的肉。林松的惨叫惊起了一片森林的鸟。娜娜走过来蹭了蹭我爸的脸颊，温顺的像是什么家养的动物。棕熊的毛实在是有点硬，扎得我爸脸上又疼又痒的。我爸摸摸娜娜的毛，告诉林松，本来我不想杀你的，但是我的娜娜和小胖太饿了，他们看上你的肉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我爸露出了一个不忍的表情，看着娜娜的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怜爱。但林松已经没有办法给他回应了，他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了。他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是他成为奈娜母子的储备粮。其实我爸很早就知道奈娜是一只不同寻常的棕熊，它真但也馋人肉。猛兽跟人类最大的不同在于，它的兽性明显压过它的理智。两脚兽的肉太香了，它扑在我爸身上流哈喇子，一边道歉一边舔舐。为了活命，我爸主动做他的伥鬼，将其他人带给他们母子吃。消失的护林员越来越多，老李是上一个，林松则是今年的祭品。我爸老早就知道组织怀疑起自己，要派人来查护林员无故失踪的秘密。为了向组织蒙混过关，也为了交差和保命，他选择和娜娜母子演一场熊口逃生的戏。他为了掩护同事光荣负伤，咬人的棕熊母子远逃西伯利亚大山，这样他们3都能活下来。娜娜他们吃饱了最后的馈赠，和我爸道谢离开。我爸倒在伐木工人必经的路上，被抬下山救治。伤好后，他就辞去了护林员的工作。组织上给予了准予，还给了丰厚的抚恤。玲玲，和爸上山一趟吧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拿，里面还有娜娜送我的人参脸。伤好出院后，我爸对我说，我对我爸跟我讲的故事十分头疼，不想再听这个老头的叨叨和吹嘘。这世上除了人，哪里会有那么聪明狡黠的动物呢？但他坚持要回去一趟，拿人参和他多年的工作笔记本。我拗不过他，只能在一个晴日出发。山路不好走，我俩快开到那个小屋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有点黑了。看到小屋，我爸很开心。我本来以为他是要彻底结束了这边的工作开心，但他的开心好像并不是因为这个。他的表现很怪，有点僵硬。我回头的瞬间，
他眼里好像闪过一抹诡异的猩红。00，这世上真的只有人类是最聪明的动物吗？